好书会使人的思想更有深度，更能够切入问题的核心。这些科学家都提到，宇宙看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却是由单纯的原则所组成的。每个原则彼此都很和谐，背后必定是一个有智慧的设计，而这个智慧的设计者必定是上帝。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张文亮。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无机化学之父戴维的故事。故事的主题是钓鱼竿、原子量与暴风雪。戴维是19世纪初期欧洲科学舞台上最闪亮的一颗星星。如果你打开化学课本的第1页，在原子周期表上有许多的元素都是戴维发现的，例如钙、镁、钠、钾、氟、氧、硼、汞、硼、硒、铝、锗、氦、钨、钡，这些化学元素都是戴维发现的。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奠定于日后的无机化学、分析化学、电化学的基础。同时，戴维非常喜欢钓鱼，他还写了一本《钓鱼与哲学》的书。戴维的一生非常的精彩，他在各大学讲课的时候，进到教室里面，他经常右手提着化学仪器的箱子，左手提着一根钓鱼竿。对他而言，工作与游戏是分不开的，正如信仰与科学是分不开的一样。戴维在逝世以前，他站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讲台上，他对着世界各地仰慕而来的年轻科学家，他双目炯炯的缓缓地说道：智慧是什么？智慧不是根据你知道了多少的学问，而是根据你所相信的信仰。智慧不是根据你能不能做到什么来判断，而是回到最基本的，你的人生到底是要什么来做判断。Humphrey David 韩弗莱戴维1778年12月17号生于英格兰西南部的康沃尔郡里面的一个地方叫做彭兰西。戴维的父亲名叫罗伯特戴维，他是在地的伯爵，他的家世非常的富有，在人看起来，罗伯特是一个浪荡的人。他经常带着孩子在森林里散步，在野溪边钓鱼，又一生都不务正业。一下子去学雕刻，想做艺术家，结果刻出一些没有人要买的杰作。一下子他又想去开农场，去种一些没有人种过的奇花异草，结果什么都没有长出来。一下子他又想去开个矿场，听说可以挖到宝石，结果他把所有的家产都赔上了，换来了一些没有用的石头。戴维从小就跟他的父亲一样宝里宝气，上课的时间老是喜欢幻想，他读不下书，学校里的成绩差得不得了，一下课他就往溪里跑去钓鱼。生气的老师有几次用藤条鞭打这个问题的学生，想治好他那种从来不专心读书的毛病。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学生一回家，他那个问题老爸又带他去钓鱼。左邻右舍的亲朋好友摇头叹息，同情戴维的母亲叫做米勒特，这么漂亮的贵族女儿，嫁了一个不成器的丈夫，生了一个没出息的大儿子，结果自己另外带了4个孩子，在菜市场卖起女装维持家计。
当时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个孩子长大以后成为举世闻名、公认的科学天才，被称之为科学界的第一美男子戴维。戴维在16岁的时候，他的父亲罗伯特生病而死亡。父亲死前告诉他的儿子：“你回去好好的照顾你的妈妈，还有4个弟弟妹妹，还有你要好好的读一点书啊！不过读书之外，请你不要忘了，你要去钓鱼。”父亲过世的打击，使得戴维开始发愤图强。由于家庭被他父亲弄得很贫穷，他到镇上药剂师普雷斯的铺子当作学徒。这时候，他开始接触到化学。他到镇上的图书馆，把有关于化学与大自然科学的书一叠一叠的搬回来读。父亲的死，也使他开始思索生命的意义与人生的价值。这个时候，镇上来了一个年轻人，名字叫做格里瓦特 （Gregory Watt），住在戴维的家里面。瓦特的父亲非常的有名，瓦特的父亲就是发明蒸汽机的杰出工程师 James Watt。瓦特刚刚从苏格兰的 Glasgow 大学毕业，在化学与文学上，他有非常好的造诣，博学多闻，又喜欢做研究。很可惜，他已经染了重病，所以只好到戴维住的小镇来养病。2个年轻人都喜欢念书，很快的成为莫逆之交。这时候，瓦特就把他所有的好书借给戴维看，并且把研究学问跟读书的方法倾囊授予戴维。戴维在那里读了许多著名的书，尤其是基督徒的科学家科普勒、波义尔与牛顿的作品。好书会使人的思想更有深度，更能够切入问题的核心。这些科学家都提到，宇宙看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却是由单纯的原则所组成的。每个原则彼此都很和谐，背后必定是一个有智慧的设计，而这个智慧的设计者必定是上帝。多年来，支持这些大师在科学上努力的动力，就是他们对上帝的感恩。戴维这时候开始读圣经。有一天，他独自带着圣经到海边去读。回来之后，他告诉瓦特，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愿意成为基督徒。多年以后，有学生来问戴维，相信圣经是不是太主观了，缺乏科学判断的精神？戴维回答说，如果你首先没有准确的主观，尤其是圣经的主观，请问你以后如何能够保持判断准确的客观呢？也有学生问戴维说，怎么会有上帝呢？我看不到上帝啊。戴维回答说，那你能看到思想吗？你不能吧。但是看不到的思想其实影响着我们所看到的每件事情。4年之后，戴维的好朋友 Gregory Watt 生病而过世。很少人知道，蒸汽机的发明者 James Watt 有这么杰出的儿子。这个儿子像是天空一瞬即逝的明亮流星，停留在天空的时间虽然短暂，却在戴维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的烈火。几年之后，这个烈火会照亮普世许多年轻人的心田。1798年，牛津大学成立了气体实验室，戴维在友人的推荐之下，前往担任室长。在工作上，他以努力弥补他过去经验的不足。工作所赚的薪水，他来帮助他的弟弟跟妹妹，以改善家里的环境。当时欧洲有一些可怕的死亡境地，住在旁边的人午夜会莫名其妙的死亡，而且死的时候嘴上还露出笑容。这个现象令科学家与侦探百思不解。
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米切尔认为，这些人可能是中了氧化亚氮 N2O 气体的毒害。戴维，他秉持不同的看法。他曾经到死亡的坟场，在恐怖的午夜收集坟场的气体，加以实验的分析。他发现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别的气体，例如一氧化碳，例如甲烷，而不是氧化亚氮。他在实验室燃烧硝酸铀来制造纯的氧化亚氮为气体。有一次，他自己吸入以后，他的脉搏加快，他被麻醉到，他面露笑容。他称这个气体叫做笑气。他终于解开这些人死前会有微笑的谜团。原来在气体里面，致命的气体是一氧化碳跟甲烷，但是里面还有微量的笑气。笑气直到今天仍然是氧化亚氮的俗名，在致死的沼气当中，经常混合在一氧化氮跟甲烷里面。因此，人吸入之后，在致死的同时，会面带微笑。1801年，戴维升任为英国皇家学院的化学教授，他开始研究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元素。1807年，他向英国学院来报告，将草灰碱放在白金的池中，用高温溶解之后，再用导线与电池相连，立刻会引起强烈的反应。阳极方面，在草灰碱的表面会冒出气泡；在阴极方面会留下小珠数粒，光辉灿烂。这种人类从未见过的金属，戴维给它取一个名字，叫做钾 （potassium）， 因为是用草灰碱 （potash） 提炼出来的，所以就称之为 potassium， 就是我们的钾。这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刻，新的金属与元素的发现。戴维的实验也证明了道尔顿原子论的正确。各地的荣誉、奖状、勋章像雪花飞来。戴维仍然努力地实验这种新元素的原子量，并且在实验中发现了更多的新元素。当时英国的矿坑经常产生灾变，使得许多的矿工。灾变的产生是矿坑里的甲烷太多的时候，就以矿坑里的照明灯产生反应，产生气爆，炸崩了坑道。当时的矿工来找戴维，请他帮忙。戴维就开始研究如何使得照明灯能够照亮周围，却不会受到污浊空气的影响而爆炸。戴维仔细的实验，发现甲烷的燃烧需要比较高的温度，因此他在灯里加了一条细长的金属管。当甲烷进入灯内要产生爆炸的时候，金属管就迅速的把这些热量可以导走，温度一下降，火焰就立刻熄灭。矿工一看到安全指示灯熄灭，就知道甲烷来了，立刻撤出坑道。这个应用科学的原理的发明，救了许多矿工的生命。戴维的杰出研究成果，使得王公贵族、大企业家、政治人物纷纷的想与他结交，成群的少女更是追求他。当时他已经到33岁，还没有结婚。每次上课的时候，伦敦各地贵族的少女蜂拥而至，再加上戴维风度、口才、长相一流，堪称为当时第一个炙手可热的单身汉。1812年，戴维娶得妙龄、美丽又富有的爱普斯，才子佳人，郎才女貌，加上对方是前世贵族的身份，使得戴维直上社会的上流，英国前世的重心。但这是他一生最错误的选择，给他带来非常痛苦
而且又漫长的人生。婚后，戴维才知道爱普斯娇生惯养，喜怒无常。出生于贫穷家庭、土里土气的戴维，经常被他笑，被他责骂。戴维为了要迁就妻子，有好几年他不去实验室看他的实验，只注意跟大人物吃饭的时候，他的汤匙有没有摆对位置。戴维同时担任许多行政首长的工作，率真努力的他，善于独自作业，却不善于在行政上的圆滑。他在社交圈里东施效颦，更成为贵族们的酒后笑谈。1820年，戴维与他的弟弟约翰暂离社交圈，前往法国旅游。经过阿尔卑斯山，风雪交加，马车陷入雪坑，不能够动弹，所有的随从都离开了，各自逃命。戴维与他的弟弟约翰下车，牵着马慢慢的前进，前面的道路都被积雪所蔽，背后的英国的权势与繁华，跟眼前的困境毫无帮助。这时看到前面不远有一个空无一人的小教堂，戴维与他的弟弟勉强的爬到那里，在教堂里跪下来，他彻夜的祷告。隔天的风雪竟然都停了，兄弟2个人才脱离险境。回到英国以后，戴维完全拒绝一切的舞会、社交，重回实验室与学校。1828年，戴维发表电鳗的生物电气报告。他自知他的生命已经不久，就叫他的学生来到身边，嘱咐某些的研究应该如何的试验。1829年的5月29日，戴维与世长辞。死前，他在他的实验手册上写道：“信仰是我的最后的安慰。”戴维死了之后，他的学生法拉第继续他的电化学，将电化学发扬光大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戴维晚年，他说到他一生最大的发现，不是发现的这些化学元素，而是发现了法拉第。戴维经过的人生最具有权势的繁华，只是因为爬不过一座山，在冬天的时候，在阿尔卑斯山陷在冰雪之中，在生命垂危的时候，所有的陪伴都跑掉了。他跟他的弟弟到教堂去祷告，隔天风雪前停，他才能够安全离开。从此，他要回到实验室继续他的研究。我真的从这位杰出科学家的一生，真的学习到什么叫做谦卑，在苦难面前的谦卑。戴维非常的有名，我们有10几种的化学元素都是他发现的，包括我们今天所做的化学定量的分析，我们的烧杯、我们的三角瓶、我们的地定管，都是起初戴维在做实验设计出来的。后来我们为了感谢他，而能够称他为定量分析化学之父。主啊，其实他最重要的发现是发现了上帝，尤其在困难的时候，他愿意回转到上帝的面前，能够在风雪中跪在上帝面前祷告。这样的危险成为他一生的转机。主耶稣，我自己也处于生命的危险当中，我也处于环境的困难当中。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做，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是要怎样的行，才能够合乎上帝的旨意，才能够合乎正确的方法。但是当我在分享戴维的故事，我愿意再一次的回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我是知道他有限，我的学识他有限，我的经验他有限，而如今当我的体力渐渐不足的时候，我能够平稳的时间越来越少的时候，我大部分的时间是受到情绪波动的影响，而我能够有一点点的时间能够安静下来，
回到主面前祷告，求主怜悯，求主带领。也许我没有阿尔卑斯山的风险，但是我有人生起伏、人生颠簸、人生难行的日子，这一切都在你的面前。你是我的天父。你说小群啊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的天父愿意把他的国度赐给我们。孩子愿意一生在这个困难的时候，大卫再一次的提醒孩子，再一次的提醒我这个分享他故事的人，回到主的面前。他在风雨中跪在主面前，成为他一生的转机。我也愿意在我困难的时候，回到主的面前，求主继续带领。有多少的孩子，有多少的学生读过戴维的化学的各样的元素，他的发现，哇，这很少知道。这样的一个杰出的科学家，背后是一个相信上帝，并且曾经走迷，再走回到上帝面前的人，为此献上感谢。在多少的物理、化学、生物、数学各样学科的背后，放着非常多的科学家信主的故事。求主继续带领。我知道我穷其一生的努力也没办法写完，我也知道我穷其再往下努力的书写，我也不能够写得彻底。愿意在有限的文字、有限的表达里面，让我的听众，让我的朋友能够听到一个人回转到上帝的面前，都会成为危机而变成转机的契机。我谢谢主，我要仰望主，我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